Hello，我已经在这间医院待了前后1个月的时间了。那在今天终于收到好消息，就是我第3次的检验结果就是阴性，所以我已经3采阴通过了。出院的手续呢，通常是我们确定可以出院的病患的资料会呈报给疾管局，那疾管局他们必须要审核盖章通过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出院。这个程序通常会需要半天到1天的时间，所以说我现在已经知道我可以出院的消息，但是我就是还是要再等1天这样。那我真的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因为除了家人朋友支持，还有网络上的你们，还有这些一线医护人员，刚刚他们给了我很可爱的卡片，里面就是写他们的名字啊，然后就写说恭喜我战胜新冠肺炎，重获新生，然后全体医疗团队和护理长，然后他们就签名这样。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身为台湾人，也很幸运是来到这间医院，因为他们对我们的照顾真的是无微不至。然后刚刚他们有请我录一段感谢的影片，那我是讲到激动到真的一直哭，因为我是真的很感谢他们，包含就是帮我们3餐送饭的阿姨阿伯，他们甚至有时候看我可能没有注意到他会敲我的窗户说趁热吃哦，要吃饭喽这样子。那还有就是2天1次帮我打扫房间的扫地阿姨，就是其实他们从来都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异类，也不会让我们觉得他好像很怕我们。那些打扫的扫地阿姨，他们就是要穿着防护衣进来帮我们打扫。那这家医院的话是2天1次的消毒，他们会拿着酒精喷洒，然后消毒水擦拭整个我可能碰触过的地方，就是看的是真的会很心疼，因为他们可能有点年纪，还要这样子帮我们穿着防护衣做这些事情。那我可能就是到出院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就是我只能认他们的声音，可是他们的声音我会永远记得，然后也会一直感谢放在心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看到这支影片，但是我想在这里和他们再次说一声谢谢。还有所有照顾我的医护人员、护理长，在我知道采检是阳性的时候，他们还会特地来关心我说那我还好吗？加油，不要担心。医生的话，他是虽然我们从我一进这间病房到现在，我们只能透过2层玻璃看到对方，然后用房间内的电话沟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病毒会造成我们病患很多的疑问，那他们就要这样子一个一个病人的解释我们现在的状况。那还有包括很多问题是需要长期资料的研究跟数据才能够去回答的问题，他也必须要一一的让我们放心，现在先不要想这么多，就好好的养病。所以我真的为台湾感到很骄傲。然后说实话，就是我现在要离开医院，就是很舍不得。刚在录影片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就哭了，然后护理长就抱着我说你很奇怪，就是你是我第1位病人，就是还舍不得出去的，一般病人都是很想赶快跑出去。我想我可能就是因为我在国外待过，我知道国外的那些朋友很多人就是疑似确诊都没有办法去医院就医，在台湾就是在这么安全的环境下，然后政府也保护我们，保护得很好，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身为台湾人，然后可以在这么好的医疗环境下治疗，安心的养病。除了我这间医院的医护人员，我相信全台湾的医护人员，甚至全世界的医护人员都是非常辛苦，然后是非常无私的在照顾我们。因为我们是有传染病的病人，他们等于说是把他们的生命放在高风险的环境里面照顾我们，这是非常伟大的。我相信他们在生活上也会造成他们很大的困扰，可能受到一些异样的眼光，可能受到一些外面的歧视。那我很想透过这支影片告诉你们大家，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别人的小孩，他们也是别人的父母，但是他们却愿意把他们的生命放在
这么高风险的环境下，是因为他们想要控制住疫情，是因为他们想要让这个世界更好，这样大家才会有安全的环境。我真的想和大家说，就是在抗疫的期间，大家都尽量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那些医护人员，或是甚至我们这些病患。会害怕是一定会的，但是其实你们真的要相信，台湾的医疗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也知道，说我出去后一定还是会接受有些人的异样眼光，包括我的邻居有可能也会害怕我。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我之所以会分享我所有的病程跟我所有的经历，甚至到我现在出院，还有我裁剪的过程，是因为想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病患怎么被治疗，怎么被处理。那也希望藉由这些分享，可以让你们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也请就是看到影片的各位，如果你的身边有朋友、有同学、有同事是病友，那他们已经复原出院了，请你们不要带有歧视的眼光，然后因为他们已经很辛苦的打完这场仗，已经是确定没有传染病才会出院的，所以希望你们大家就是不要把我们当异类，我们也不会想要故意把病毒带给你们。那希望大家可以用关怀的眼光去取代歧视的眼光。其实，在我们病患在出院前，这些一个人的孤单的感觉，跟甚至焦虑、忧郁感，这个真的会造成很多心理上的压力跟挫折。那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多理解、多包容，我们这些出去的病患。还有我刚刚说的，就是医护人员他们有做到非常非常好的防护，他们是穿2层的防护衣，戴2层的口罩，还有戴护目镜。然后每一次的出去房间，他们都会在消毒室脱掉衣服，然后再把手重新的消毒过。虽然他们已经戴手套了，他们还是会再用酒精消毒，一天这样子消毒好几次。我猜他们手都起水泡了。很多医护人员都不敢告诉大家他们在照顾确诊病患，因为很多民众会害怕他们，可能会甚至影响他们的生活。如果你们看到这支影片了，那如果你们相信正能量是可以让这社会更好的，可以让这个疫情更好的，那就请你们散播正能量出去。陈部长也有说，大家都是台湾人，我们大家要一起携手共度这个难关。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刚刚讲到情绪真的有点激动。那我家人里面没有人是做医生或护士的，会这么情绪激动，纯粹真的是因为他们对我的照顾真的太棒。希望没有吓到你们，因为我刚刚有点语无伦次，就差不多这样。我要开始清洁整理我的房间跟行李，希望刚刚的好消息大家还是开心的。那刚刚那些负面的情绪，大家就用理性的方式去看待，然后把它转为正能量吧。真的很不好意思。影片的最后呢，再补充一下，欢迎大家留言、订阅跟分享。那就算出院了，我还是会再发我这阵子拍的一些小短片跟想分享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我的频道。真的也很感谢你们。我觉得我感谢的人真的太多，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在我最困难，在我心情最低潮，在我最需要鼓励支持的时候，谢谢你们的出现，谢谢你们让我知道我的分享是有益处的，谢谢你们愿意，不管是按赞也好，不管是留言也好，分享我的贴文还是分享我的影片也好，真的很谢谢你们，你们的鼓励支持我都有收到。就这样咯，谢谢你们。